我总听大人们说，10年前那场异兽入侵突然降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没有预兆，没有解释，全球所有人都会在18岁那年拥有一次召唤历史名将的机会。召唤出来的名将会变成跟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有的人召唤出了霸王项羽，他就直接获得了战神的身份；有的人召唤出了飞将吕布，他就直接勇冠3军。名将等级分为5档：凡品、良品、精品、极品，还有传说中的神品。等级越高，战力越强。而我苦读了3年，召唤学院的所有知识全都倒背如流，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可却只召唤出了2个脊背佝偻、满头白发的老头。你这东西怎么也来了？校长，这是什么情况？王潇洒，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传说中的双名将体质，是万中无一的。可你这召唤的不太像名将。可惜啊，王潇洒，就算你是双武将体质，这俩村头看门的大爷好像也没啥用吧？咱爷们儿好歹也是个良品武将夏侯惇，战力值82，目前是咱们这届第3。小友，莫生气，世间万物皆有其用，何必在意他人言语？王潇洒，召唤时没有问题，但确实没有检测到名将气息。你先带着这2位老人家回去吧，后续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回去歇息。2位大爷，你们真的是历史名将吗？怎么一点气息都没有？名将那是什么玩意儿？老夫只知道钓鱼、看星星。这画的倒是有几分神韵，就是少了点风骨。双名将体质明明是天选天赋，怎么就召唤出这样2个普通人？可他们刚才的话又不像完全不懂。今天觉醒仪式你们看到了没？王潇洒觉醒出了2个看门大爷，看到了，给我笑死了！哎，真是垃圾体质配垃圾伙伴呀！不管你们试试，既然契约了，我就不会丢下你们。明天我带你们去做基础任务，试试能不能提升战力。姓名、召唤将领名称、等级。王潇洒，召唤将领是孔老头和姜老汉，等级未检测到。新手区在那儿，用那个木桩练习基础攻击，注意安全，别被反弹伤到。王潇洒，别自取其辱了！此物乃练习击打之用，倒是质朴。风水尚可，一锤掉。哟，王潇洒，真带俩大爷来练级啊？这木桩可是连凡品将领都能打动的。哼，去吧。我们慢慢练。小友，发力方式略有偏颇，力非仅出于拳，亦源于地，贯于己，通于臂，合于一点。所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专注亦是力量。直钩垂钓，愿者上桩。老孔，你挡我太阳了。碰巧了，大爷，要不您也露一手？今儿风向不错，适合远投。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作弊了？我自己的训练跟你无关。怎么无关？旁边就是试炼场，咱们来打个赌，10分钟内谁解决的铁齿鼠多，输的人给赢的人买10张基础强化卡，敢不敢接？张明伟赢啊！王潇洒，别自取其辱了。我接。来吧，让我来看看你们到底用了什么小把戏。
王潇洒，不行就别硬撑，你那俩老头倒是上啊，不会只会站着看。啊，不好！啊，不好！谢谢大爷。你作弊！这俩老头肯定耍了手段，仪器都检测不到他们战力，怎么可能打败铁齿鼠？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年轻人莫要以貌取人。这俩老头不简单。王潇洒好像藏拙了。哼！这是巧合吗？运气而已。小友今日是否暂歇？老朽有些渴了。晒够了，回吧。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们到底是谁？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孔大爷、江大爷，今天谢谢你们，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名将，秋不过已教出将耳，上已调走罢了。取名类人，不如清风明月实在。检测到异常召唤波动，与潜在高能反应。潜力评估副本还是强制开启，这意味着协会已经注意到了异常。3日后有个必须参加的测试，可能有点危险。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小友心安即可。森林鱼多满。不管你们是谁，现在我们是伙伴。既然躲不过，那就一起闯过去。迷雾森林潜力评估的通知啊！这里写着3到4人小队报名。啊，我们3个加上林子，不就正好4个人吗？要不要去报啊？我也想去试试。迷雾森林，我倒要看看谁想和我一起。我们刚好满了，对不起。跟那2个老头一队，别开玩笑了，进去是保护他们还是打怪？双份的都有骗。李浩然、赵灵儿，副本要求组队，我们凑一队吧。我的话头只会简单的疗伤，打架不行的，会拖累你。我的攻书班会做陷阱和简单机关，但需要时间和材料，正面战斗帮不上忙。我的2位大爷，一个爱讲道理，一个爱钓鱼，我们看起来都不像能打的，但规则是生存和获取物合，不一定全靠硬拼，对吧3人行，必有我师焉。各展所长，未尝不可。人齐了，天气也不错。好，不过事先说好，如果情况太糟，我们可以战略性撤退，保命第一。我会尽力治疗大家的。反品将军都22级了吧，还拼命练？哎，你们看那边，队长气场好强啊！哦，哟，看看这谁呀？全能辅助小队到齐了呀！一个带2门房大爷的，一个背药箱的，一个拿木尺的。怎么进去给魔物看病、修房子，还是给森林大爷们讲道理呢？副本规则是生存和获取物合，各凭本事，话别说得太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时辰差不多了。肃静，所有小队按报名序列上前登记，准备入场。张明，2品将领夏侯惇，队友2品程咬金，2品黄忠
综合评定2级小队准予入场。王潇洒召唤降临，登记名孔老头姜老汉，能量读数异常，无法检测等级。李浩然凡品降临华佗辅助系，战力估值5。赵灵儿凡品降临公输班工匠系，战力估值3。小队综合评定凡级异常，准予入场。啊，战力3和5，我的天，这进去不是送吗？进去后量力而行，生存第一，必要时可发射求救信号，但意味着放弃评估。明白，谢谢检察官。明哥，你看王潇洒那队，真带4个老头旅游来了，自取其辱。我们抓紧拿个第一，让某些人彻底认清差距。探探路，走吧，小家伙带路挺积极。那个方向植被更密，但地面痕迹较少，可能大型魔物不常活动。好，我们就走这边，跟紧我。快别掉队！不能让他消失在迷雾里。队长，这里有新鲜的爪痕和拖拽痕迹，是福祉狼的。小型群居，嗅觉灵敏，视力在雾中不佳。这边有清新草，可以缓解瘴气引起的头晕。爪痕方向偏离我们的主路线，扶持狼群应该刚离开不久。灵儿，判断一下他们的移动模式。浩然，采集清新草，优先保证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要绕开这个潜在危险区。他们习惯沿低洼潮湿处活动，我们可以从这边绕，地势稍高，藤蔓多，能规避他们的常规巡逻路线。我这就处理草药。小友已能官威之助，统揽全局。善，步子还算稳当，就是这雾气碍眼，不如水清。谢谢。往东再过一座石桥，就是这条线。有情况。啊？不是狼，准备隐蔽观察。2颗雾核，好机会，但你找怪被缠住是暂时的。灵儿，评估他挣脱的时间和周围地形可利用性。浩然，分析他的习性和弱点。藤蔓最多再坚持2分钟。左侧有倒伏枯木和采石，我可以利用它们布置简易障碍。右侧泥潭是它的主场，必须避开。你找怪，行动慢，防御高，会远程凝胶喷毒、腐蚀性，对强烈气味可能有反应。我有隐虫粉，气味刺鼻。好，听我安排，我们时间不多。第一步，浩然，你带着华佗移动到上棚口，听我口令，撒引虫粉，目标是把他头部吸引转向左侧，注意自身隐蔽。第二步，灵儿，你指挥公输班，在我行动后，立刻在我们撤回的路线上，利用枯木和石头设置绊障，延迟他可能的追击，位置在这里。第三步，由我来负责突进夺取乌合，我会在他被气味吸引，头部左转的瞬间行动，拿到后立刻从灵儿设定的路线撤回。所有人行动务必迅速果断，拿到乌合后不恋战，立即撤离这个区域，明白吗？明白。发号施令有条不紊，已出具风范。总算有点队长的样子了，比钓鱼费神点儿。浩然，就是现在，行动！队长，左前方3步，半障已就位。哇，太厉害了，队长！指挥清晰，执行果断。我原以为你只是运气好，现在看来是我们运气好。是我们配合的好，没有你们精准的信息和完美的执行，计划不可能成功。这是我们团队的胜利。胜而不惊，功归于众，甚善。马马虎虎，跑得还算利索。没错，我们还差1颗，时间还有，但不能再像刚才这样碰运气了。中心区雾色更深，能量也不对劲。按常理，越危险的地方，雾核出现的机会越大，可能还有额外评估项。我决定继续向中心区侦察前进，一旦拿到第3颗，或遭遇无法应对的危险，立刻撤离。这步有风险，但值得一试。你们怎么看？同意。我也没问题，队长。好，保持队形，继续前进。队长，这里有拖拽痕迹和血迹，不是动物的，是人血，还有灵力残留的痕迹。有人在这里受伤了，会是其他小队遇到麻烦了吗？痕迹很新，不超过半小时，而且
撤退方向很混乱，他们可能在逃跑。灵儿，你和公输班能不能设置一些警戒机关？我们不能被偷袭。给我3分钟。你刚才叫我灵儿了？抱歉，我不用改，你叫灵儿同学顺耳多了。第一次见面时，他像个倔强的笨蛋，明明被全校嘲笑，却还是咬着牙带走了2位大爷。可现在，他站在队伍最前面，明明自己也很紧张，却努力装出镇定的样子。黄潇洒，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刚才是在看我吗？不对，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是战斗声，距离我们不到200米。夏侯惇的刀锋，还有程咬金的吼声，是张明他们。要绕开吗？我们的目标是雾河，卷入别人的战斗会增加风险。可是他们好像处境不妙。看什么看？给我上！过去看看，保持隐蔽，先观察情况。如果情况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考虑介入。灵儿，注意周边环境。浩然，准备好救治伤者。2位大爷，小友自觉即可。再快点！该死，这些东西怎么越打越多？程咬金，顶住左边！明哥，黄忠撑不住了，我的灵力也快见底了，剑能快空了。浩然，准备治疗。灵儿，制造动静吸引注意，我去救人。快吸引他们！华佗，快直接闪！王潇洒，你们少废话，先对付这些东西。他们怕突然的强光和巨响。灵儿，还有办法吗？有，左后方那片岩石反射率较高。公输班，把那块荧光苔蘚抛到岩石上方，用最大力量敲击这块空心石。好机会！夏侯惇与程咬金全力攻击！浩然，照顾伤员。灵儿，继续干扰，我们协助解决剩下的。打打杀杀，不如丢石子听响。接了，欠你一次。互相帮忙而已，你们怎么招惹上这么多无引爆？我们想抄近路去中心信号塔，结果却闯进了一个废弃的兽巢，惊动了他们。中心信号塔附近有兽巢，这不符合初级试炼区的常规布置。谁知道这副本邪门的很，这些你们拿去吧。没有你们，我们别说雾河，命都可能丢在这儿。雾核我们按需分配，我们还需要1颗完成基础要求，就拿1颗，另外2颗你们留着，好歹没白冒这次险。李浩然、赵灵儿，你们觉得呢？我没意见，队长说了算。合理，我们已达目标，他们也需要成绩。王潇洒，我承认以前小看你了，你这队长当得不赖。雾气好像更不对劲了，你们还能行动吗？最好尽快离开这片区域。啊，能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此非寻常兽吼，戾气冲天。鱼没钓到，倒是来了条不安分的大泥鳅，动静不小。所有试炼者注意，森林核心区出现未知高能量反应，疑似灵属性魔物提前苏醒，立即终止任务，安启局院向东北方向撤离。重复，立即撤离。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来不及了，他速度太快。散开，找掩体。
夏侯惇、程咬金，顶上！灵儿，躲开！我不要！别过来，灵儿，待在原地。你总是这样，总是保护别人，从来不想想自己。灵儿，这次换我来保护你。记得训练场那天吗？你说不管你们是谁，既然契约了，我就不会丢下你们。现在我也要说，既然我们是队友，我就不会丢下你。灵儿，对不起，这次我还是不能听你的。要活一起活，要死我也要死在你前面。笨蛋，你这个大笨蛋！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王潇洒，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遇见你，但下辈子换我保护你。对不起啊，灵儿，不过能这样抱着你死去，好像也不坏。我喜欢你，赵灵儿。队长，对不起，我没有。妈的，没想到会栽在这里。王潇洒，连累你了。如果力量能更强一些，如果这不是伪装形态，传说级的进阶卡，要是有那种东西就好了啊！王潇洒，接着！我爷爷当年探索古迹用命换来的，一直当护身符，说是传说级，但没人知道怎么用。给你的看门大爷试试，快！孔大爷，接着！伤我学子，害我人族幼苗，秋不得不动一动了。儿力气太重，危害此剑，今日散去吧。潇洒小友，此态可还算有用？这是我的伤势恢复了。喂，黄潇洒，你刚才也太拼了吧，我都快吓死了。怕什么？有你在后面看着，我 buff 叠满，
血条都比平时厚3倍。少贫嘴！你要是真出事了，我们小队怎么办？不会出事的，我答应过你要带大家一起走出去，而且我也答应过自己，不能让你再为我掉眼泪了。喂，你俩别在那儿深情对视了，这卡还要不要了？张明，这张稀有进阶卡，你的夏侯惇应该可以使用，你拿去试试，就当我还你的利息了。这谢了，不用你还了，毕竟要不是你，我们大家可能都没命了。你就拿着吧，要不是你及时拿出传说中的进阶卡，大家也同样都得死。没错，没错。张明，你脸都快跟卡一个颜色了。这文字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现代变体，像是非常古老的篆书。我在古籍插图上见过类似的，好像是秦统一前的某种小篆，但更复杂。完全看不懂，这玩意儿和那雾隐领主一起出现，会不会有古怪啊？哼。孔大爷，您能看懂这上面的字吗？此乃上古祭祀之文，以明大道，即变迁，其上所载，关乎此事根本，亦关乎尔等未来。第一部分讲的是灵将的本质与进阶之道。你们现在所称呼的名将，上古时代被称为英灵或守护之将，他们降临此世，形态和力量会受到诸多限制。最初被召唤出来的样子，往往是这位英灵在历史长河中被世人最熟知或者最具象征意义的形态，同时也会受到召唤者自身心性和灵力的影响，这是第一重限制。第二，天地自有规则，英灵的真身不能轻易显现，需要钥匙来开启。你们所说的进阶卡，其实就是大道法则的痕迹，或是众生信仰愿力凝聚而成的物品，是用来开启更深层力量，唤醒更接近本源形态的钥匙。品级越高，所能解锁的真实与力量，就越接近其本源。那不同等级的名将用的进阶卡是不是也不一样？问得好。碑文在此明确记载了英灵品级与所需钥匙的对应法则。凡品之灵根基浅薄，无法承载大道之痕的冲击，故不能进阶，但可用普通级进阶卡稍作强化，提升其基础作战能力。良品之灵已具雏形，需至少稀有级进阶卡，方可引动其内在潜力，完成初步进阶，显化更强姿态。精品之灵底蕴深厚，非稀有级或更高史诗级进阶卡不可激发其真正威能。极品之灵已是英灵中的佼佼者，潜能巨大，唯有史诗级乃至最高的传说级进阶卡，方能助其突破桎梏，觉醒隐藏力量或恢复巅峰。神品之灵，位格至高，其力近乎道，其形合于理。寻常钥匙根本无法触及本质，唯有蕴含至身法则或浩瀚愿力的传说级进阶卡，才能作为引子，短暂唤醒其一部分真实姿态。就如我此刻这般，传说级才能勉强唤醒一部分真实姿态。原来我的夏侯惇至少需要稀有卡才能进阶，这张卡正好。至于进阶卡的获取方式，大道之痕散落在天地能量汇聚的节点，也可能在破除灾厄、
守护苍生的行动后，作为天地的馈赠而出现。简单说，特殊的地脉能量点、元灵遗迹，还有像今天这样击退巨大威胁的守护行为，都有可能得到进阶卡。卡的品级越高，获取的机缘和需要经历的考验就越艰难。第3部分也是最为关键的内容，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及你们最终将要面对的敌人。天道运行有其常理，宇宙万物自有秩序，但有一种没有名字的黑暗，从世界之外的虚空裂缝渗透进来，侵扰无数世界的平衡。这种黑暗能量会扭曲生灵的心智，催生出各种邪祟魔物，也能扰乱人类历史长河的投影，使得一些不该在此刻出现的英灵投影降临到这个世界。你们看到的异兽，大多是被这种暗能侵蚀变异的本土生物，或者是直接由暗能凝聚成的怪物。而席卷全球的召唤潮汐，其实是这个世界感受到危机，自行激发出历史长河中那些充满正气与力量的英灵投影，也就是我们前来相助的本能反应。黑暗的潮流正在涌动，空间的裂痕逐渐扩大，他们的先锋已经到来，散布恐惧与混乱，侵蚀现实世界的根基。当黑暗真正的主宰降临之时，世界可能倾覆，万物归为虚无。你们这些召唤者以及响应召唤而来的英灵，就是这个世界选中的守护者与破开黑暗的利刃。这次森林的异变，雾隐领主的狂暴，恐怕只是暗能渗透加剧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他们微不足道的爪牙而已。老孔，底下这行小字你还没念呢。但是大道运行总会留下一线生机，变数往往存在于微末之处，希望永远孕育在人心之中。汇聚点滴星火，可以形成燎原大火，凝聚众人意志，或许能够弥补苍天的裂痕。汇聚星火，凝聚众志，也就是说，并非毫无希望，关键是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一起变强，去抓住那一线生机。说得很好，明知艰难，却依然奋力前行，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现场所有人保持原位，此地一切，包括那块石碑，均已列为最高机密。孔大爷，您真的是教科书里的孔夫子吗？是的，小友。老夫子，30而立是什么意思呀？对方有30个人才配让我站起来。那父母在不远游呢？你爸妈还在我手上，你跑不远的。太吓人了！不要说这么话，大爷。老夫子，这样吓唬小朋友可不好啊。我是召唤者协会东部边境高级特使，请问，现依据异常召唤事件紧急处置条例第17条，全面接管此处，请各位配合，开始扫描，封锁能量。是。孔大爷，他们这是……稍安勿躁，静观其变。我此刻形态维持不了太久，需收敛力量。伤亡情况，事件简要。报告特使，6名试炼者均有不同程度负伤，但目前已无大碍，无生命危险。事件起因疑似试炼区深处古封印松动，导致领主及魔物雾影领主异常苏醒并狂暴化。具体交战过程及魔物被净化细节，有待进一步询问。
走吧，先回基地。刚才在森林里，你说的那句话，我听到了。你说喜欢我那句，那时候我以为我们要死了。所以是真心话，还是遗言？是真心话，就算再来100次，我也会说。笨蛋，这种话应该挑个安全的地方说。等我们从协会总部回来，再好好听你说一遍。队长，恭喜啊！不过灵儿姐刚才耳朵全红了。专心赶路。王潇洒同学，请简述你及你的召唤灵在本次事件中的具体行动，尤其是这位灵将的变化过程，以及那石碑的发现情况。报告特使，我们小队在获取基础物和任务途中，遭遇张明小队被雾隐豹围困，选择出手相助。之后共同撤离时，遭遇雾隐领主追击，不敌重伤。危急时刻，张明同学提供了一张家传的未知用途的卡片，我将其用在了我的召唤灵孔丘身上。随后，孔丘灵将形态发生变化，击败了雾隐领主。领主消散后，留下了那张稀有进阶卡和这块石碑。关于石碑内容，孔丘灵将进行了解读，涉及到灵将进阶规则和一些关于世界背景的信息。那张家传卡片现在何处？在这里。特使，用完之后就变成这样了。是我爷爷在昆仑西路古战场遗迹深处带回来的，一直不知道用途，今天情况紧急才拿出来。昆仑西路编号甲7的古文明遗迹。老夫子，可否告知您进阶后持续时间与状态？无此刻形态，若无后续力量支撑或特殊契机，约莫1个时辰后将退回原先受限制之态。石碑内容除了灵将进阶规则，关于世界背景，具体指什么？石碑提到，有一种来自世界之外的无名之暗，正在侵蚀我们的世界，异兽和部分召唤异常都与之有关。召唤潮汐是世界本身的防御机制，我们召唤者和英灵是抵抗这种侵蚀的守护者。将石碑安全转移至总部炎黄研究所。明白。王潇洒同学以及你的召唤灵孔丘、江上，请随我一同前往协会总部。特使，我也想去总部。张明同学，你的贡献协会会议记录在案，但现阶段你需要的是休息、评估和适应新获得的力量，后续会有适合你的任务和安排。特使，我们是王潇洒的队友。赵灵儿、李浩然，你们的表现协会也有记录，你们将接受单独的、更温和的问询。目前，王潇洒及其召唤灵是首要接触对象，这是命令，也是为了保护你们。王潇洒同学，我知道这一切很突然，但请相信，协会的目的是保护这个世界，也包括你们。你们今天接触到的信息，可能比你们想象的更重要，也更危险。总部能提供更好的保护，也能解答你们更多的疑问。江大爷，您看，坐车比走路强。有茶吗？老头子，我渴了。客随主便，小友，且去一看。我们配合。灵儿，等等。灵儿，等我。废话，你答应我的事还没做到，赶不回来试试？一定，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还有浩然他们，别逞强。等我回来，听我说。啰嗦，你快走吧，别耽误事。保重，哥们儿。我们走吧。灵儿，等我。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你担心了。再过2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东部第3哨站。到了总部后，特使，雷达显示有高速物体接近，能量读数异常，是飞行类异兽。规避，
开启能量护盾。护盾已开，但他们的速度……不行，护盾撑不住第二轮，引擎被击中了，失去动力，准备迫降。抱紧我们要跳了！梁玉，走吧，活动活动。耐心啊，追来。他们的目标是击落飞行器，不是追杀人类。但这更麻烦，说明他们有组织性，被某种东西指挥着。此方地脉有异，浊气上升，氢气被压，恐怕不止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也未必安分。有脚印，新鲜的，不止一拨人。这是军靴印，还有轻型机械族的痕迹，是协会的侦察小队。广东应该有个临时营地，我们先去那里汇合，再想办法联系哨站。小心！王潇洒，灵儿，没想到是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协会3天前监测到这片藏龙谷地区有异常能量波动，派我们第7侦察小队做初步勘探。啊，你的肩膀！队长，你怎么？王潇洒，我靠！赵灵儿同学，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吗？赵明同学，你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赵明用了您之前给的稀有卡，夏侯惇进阶了。我和灵儿的召唤灵也在特训后得到了强化。怎么样，哥们儿现在可是有坐骑的人了。特使，你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能量源头在山体内部，我们探测到深处有一个巨大的空洞结构，岩壁上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和古代符文。初步判断是一座未被记录的远古遗迹入口。这是古蜀国祭祀天地的山岳祭坛入口，符文有镇压之意。里头有东西在呼吸，不是活物，是阵法。遗迹，异常能量，被指挥的飞行异兽，这一切恐怕不是巧合。入口能打开吗？公输班已经解析了外层封印结构，再有1小时就能安全开启。但是，能量读数显示内部有高活性生命反应，可能不是死物。管他是什么，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不成？正好让我的夏侯惇练练手。既然遇到了，就不能放任不管。这座遗迹可能与最近的暗能异动直接相关。所有人，休整1小时后，我们进入遗迹。王潇洒小队与侦察小队临时合并，赵灵儿担任战术分析，张明前锋，李浩然支援，我指挥全局。记住，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收集情报，不是战斗。遇到不可抗力的危险，立即撤退。明白。你跟得太近了，万一有机关反应不过来。你专注探路，我负责看护你身后。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面对危险。专心任务。灵儿，怎么样了？能量读数稳定，但有周期性波动，像是某种大型装置的呼吸。
呼吸？这地方难不成是活的？非生非死，乃阵法运行之象。此阵似在镇压何物？镇压的东西快醒了！这里灵力流动很奇怪，话头说有种让人心悸的气息。灵儿，扫描结构，地面石板有压力感应，八尊雕像与中央太极眼联动，走错一步可能会触发机关攻击。又是机关，能不能痛快点打一架？按照古蜀祭祀的规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八尊雕像对应的应该是八卦方位，我们需要按照正确的卦序，依次点亮雕像。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此为文王后天八卦之序。公输班已标出每个雕像对应的卦象，但顺序可能需要特定的人去触发。秦特使，让我来吧，我的召唤灵或许能感应到正确的气。小心！前位雕像底座有裂痕，可能不稳定，先从对位开始。好，听你的。小心点。对为泽，乾为天，离为虎。可以啊，潇洒，还会算命了。是孔大爷和江大爷的气息在指引我。小友已能借吾等微末之力，善。下面水气更重，说不定有余。这些壁画描述的不是祭祀，是战争。看这里，这个祭司身后的虚影好像有点眼熟。看这里，这个祭司身后的虚影好像有点眼熟。画的不像。门上的星图缺了一角，应该是钥匙孔，但我们在外面没有找到类似形状的物品。此图非钥匙可开，需以星力补全。那权杖顶端是不是缺了什么？权杖顶端原本应该镶嵌着一面多面体晶体，与门上缺失的形状匹配。所以晶体在哪儿？总不能让我们现挖一块吧？有什么东西过来了？准备战斗！这些傀儡被暗能侵蚀了。末将领命。夏侯惇，虎豹骑，破阵！都是虎豹骑，破阵！都是班，解析弱点。战斗傀儡1号、2号，牵制左翼，海胆冰阵，不！华佗，无情性，雄悍。孔大爷，他们的核心在哪？眉心青铜镜，这画后面是空的。星图钥匙。他要狂暴，梁玉拦住他！是。我去拿钥匙。潇洒小心！钓到了！你欠我一次解释。好，活着出去就还。所有人进门！安全了。不，这里的能量读数比外面高10倍不止。石碑在呼唤什么？此乃周天观测碑主碑，森林中所见，不过是其子碑投影。此处记载的，应是暗能潮汐之源与封印之法。
下面有东西在睡觉，快醒了。我们需要拓印碑文内容，然后立刻撤离。灵儿，公书办能记录吗？可以，但需要时间。又是人类，千年镇压该结束了。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全体备战，我们触动了遗迹的防御机制，或者说释放了被封印的东西。吾乃武安君李牧，镇守此地千年，今日以汝等之血破封。武安君李牧竟被暗能轻视至此。老李呀，老李，你这辈子打了一辈子仗，死后还不安生？杀！百杆冰阵，御！夏侯惇，拔石弹尽。灵儿，布置障碍拖延玉像，浩然随时准备治疗。特使，主攻交给你和张明，我和2位大爷策应。杀！陷阱布置，地面铁蒺藜，空中弹锁。我竭尽全干，大家撑住！武安君，而生前忠义无双，死后岂可沦为黑暗傀儡？忠义镇守千年无人问，黑暗与我自由。自由不是这么个要法，老李，该醒了。醒力不可能！封神榜尚在，尔等安敢造次？封神榜！击剑圣人还不束手？老了，撑不住了。原来只是虚张声势，死吧！这次我们一起扛。好。梁玉，石柱擎天，全开！末将誓死不退。还不够，我的力量还不够保护他们。啊！哈哈哈哈！妈的，老子这辈子还没当过英雄呢！潇洒，记得欠我一顿酒。夏侯惇，尊师重道，给江大爷。众将领命。武安君李牧生前未分胜负，今日便以这杆打神鞭，送你一场真正的安眠。老孔，联手！故所愿也。多谢二位圣人助末将解脱。此子义气干云，夏侯惇得主如此，幸甚。此处遗迹深处藏有昆仑西路封印节点的地图，黑暗下次潮汐将在1年后，请务必阻止。
疼吗？不疼，你没事就好。王潇洒，等这一切结束，我们好好谈一谈。好。英灵归天，本源反哺，此乃千年镇守所积之纯粹道运。尔等各有所得，当能更进一步。末将得武安军兵道真传，今日重铸兵魂。哼，我感受到了，这才是夏侯惇真正的力量。新能力，虎豹破阵旗，召唤4名虎豹旗副将，持续作战10分钟，每名副将战力相当于2品巅峰。淡金镇军吼，范围射击击力，全员攻击力提升30%，持续3分钟，并对敌人造成战力效果。兵魂传承，尊师重道，此技不再需要牺牲。当队友濒危时，夏侯惇可主动分割部分兵魂注入其体内，使目标暂时获得夏侯惇80%的战力与技能，持续5分钟之后，夏侯惇将陷入24小时虚弱状态。从2品直升精品，跨越了一个大境界。昌明，你现在已经是团队的主攻手了。天宫开悟，造化随心。我看见了机关的本质。攻术班，天宫领域，展开！领域内我制造的机关强度提升50%，且能同时操控所有单位。离领域后，可永久携带2具战魁。另外，我现在能制造一次性史诗级机关造物，但需要珍贵材料和长时间准备。从工匠到战略家，善。医者通天道，金囊度生死。五禽戏已成本能，无需刻意维持，心得3术。领域内所有友方持续恢复伤势与灵力，并免疫中毒、麻痹、诅咒等中级以下负面状态，以消耗自身3年寿命为代价，可在队友死亡3分钟内重塑其肉身，召回其灵魂，但每场战斗限用1次，且我之后将完全失去战斗力。可调配战场毒物，对敌人造成持续侵蚀，亦可提炼战斗兴奋剂，使一名队友短时间内爆发200%战力，之后虚弱1小时。生命掌控者，这是战略技能力。李浩然，你要记住，永远不要轻易使用剑术。末将德武安军忠武之道，愿为华夏永镇边疆。梁玉，让后辈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女帅之威。防御阵范围扩大至半径30米，可完全抵挡一次领主级攻击。阵法内所有友方防御力提升100%。号令一出，全员进入死战状态。痛觉屏蔽，灵力燃烧，所有技能冷却减半，持续3分钟。效果结束后，全员将陷入虚弱，消耗80%灵力。
对直线500米内所有敌人造成毁灭性贯穿伤害，并对建筑结界造成3倍破坏效果。特使，您之前还隐藏了实力。是武安君的中武之道与梁玉产生了共鸣，短暂觉醒了更深层的力量。这种状态无法持久，但足以应对大多数危机。小友，静心凝神，今日老夫为你助击。嘿，老朽也凑个热闹。我明白了，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谢二位大爷，不，多谢皇上、江上。且去一试文道浩然拳！天道星辉指！单体攻击力估测已超越普通2品名将。今日之后，星火小队正式成立。张明，你为先锋主攻；赵灵儿，你为战术核心；李浩然，你为生命支柱；王潇洒，你为团队灵魂。李牧将军用千年镇守换来的馈赠，我们绝不能辜负。李牧将军用千年镇守换来的馈赠，我们绝不能辜负。1年后，昆仑西路的黑暗潮汐，我们要成为第一道堤坝。现在撤离，协会的飞机已经到了，接下来是真正的战场。特使，东部边境第3军团特战大队奉命接应，护送我们回龙渊基地。另外，将此处列为甲1级禁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呵呵。觉醒仪式上的嘲笑，训练场的汗水，森林中的生死与共，遗迹里的传承馈赠。短短数月，我们从被嘲笑的废柴小队，变成了背负人类未来的星火。张明、灵儿、浩然、秦特使，还有孔胜、江胜，这条路很难，但我们一起走到底。